为什么中国是好人很难得到真爱？也就是很容易被发好人卡。你是个好人，但我们不合适。为什么说性欲和攻击欲体现了一个人生命的张力？不做中国是好人，那我们做什么样的人？今天我们继续读《巨婴国》这本书。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。今天我们读到的是中国是好人，关于中国是好人的10个问答这2个专题。加一句，我感觉今天所分享的读书内容，每一个字都是在描述我自己。不知道你听完是不是也有相同的感受？想听更多的内容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。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，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，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。让我们开始吧。中国是好人，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好人，但是我并不喜欢自己的好人形象。最直接的原因是，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不自在。我的笑容是硬挤出来的，缺乏感染力。我的身体是僵硬的，缺少灵活和力量。走在大街上，举目望去，到处可见一张张的好人脸，就像一张皮挂在人的面部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首先，成为一个表面上的中国式好人，是集体主义文化所倡导的，要牺牲小我为大家，牺牲小我成就大我，所以每个人都被忽略了。其次，被忽略的人作为一个能量体，会沦为黑色的能量体，充满绝望、怨恨和悲伤，特别是怨恨会吓着自己，觉得自己坏透了，于是去做一个好人。好人的面子，鬼一般的里子，画皮的这种刻画深入骨髓，鬼一般的里子最终导致我们一直都是互害性的社会。那么，该做好人还是该做坏人？答案是做真实的人。封闭的好人啊，请认清你自己。在中国，有一个很主流的人群，我称他们为中国好人，特别是男人，特征更明显。他们的特点是只付出不索取，总是给予难以接受，封闭，感觉麻木，理性或许发达，但感性一般不发达。他们的好像绵羊儿缺乏力量，他们没有欲求，也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。他们也就是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。好人对自己的好很在意，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捍卫我是一个好人的感觉，哪怕撕毁关系，遭遇虐待与不公，牺牲最亲的亲人，都要捍卫我是一个好人的自我感觉。因为这样的原因，好人常会好到失去人情味。好人通常认为自己活得不错，但你需要好好认识你自己。作为这样一个的好人，你的能量是坍塌的还是伸展的？你自己过得舒服吗？为什么这么封闭？第一，过去一直写控制欲是万恶之源。我所说的控制欲是指控制别人。现在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，自我控制也是一个很深的东西，会严重地阻碍我们的心，阻碍我们打开自己的世界，与别人建立亲密关系。第二，自我控制最常见的一个现象是，一个人会有意无意地设定一些程序，按部就班地生活。若程序被打破，会很难受。为了保护程序不被打破，会将人际关系减少到最低。但整天生活在一起的亲人不能减少，于是会倾向于将亲人纳入这个程序，结果表现为外部控制。第三，比较极端的是将亲人也排除在程序之外，结果是亲人感觉在他面前自己就像是透明的，并且拉他出来做任何事情都很艰难。比如一位父亲整天闷在家里看电脑炒股，女儿和妻子拉他散步、逛街、旅游等等，都会惹他暴怒。第四，程序有很重要的意义，这是让一个人在他觉得混乱的世界中获得一种极为关键的掌控感。没有这种掌控感，自我就会分崩离析。第五，像宅啊、世界封闭啊、人际交往很少啊，这些都和这个有关。为了保持程序稳定，要减少刺激，而人际关系的刺激是最容易冲击程序的稳定的，所以减少人际关系。第六，与程序相对应的是流动，是柔软，是灵活，其实根本上是爱。第七，从心理发展上看，这都源自于一个关键点，也就是早期糟糕的母婴关系。妈妈可能很用心，
但没有能力与婴儿共情，结果婴儿无法与妈妈建立关系，无法控制妈妈，转而控制一些替代品，或沉溺于想象的世界。其实程序也是想象世界。去爱吧，真的体会到了爱，无论何时何地，都会让我们敢于离开程序，转而投入到流动中。第八，一直想办一个好人改造营，还想写一本书《中国好人》，但直到深刻理解了自我掌控，并深切地碰触到了我内心深处的绝望的婴儿之后，才终于找到了着眼点。相信《中国好人》一书，无论是心理著作还是小说，都会触动无数中国人。因为貌似好人，但内心深处关闭、无爱的能力的中国人实在太多太多了。第九，我是这方面的典型。一个特征是，同一时间只处理一件事，事情一多就心乱。比如出门见朋友，那就只做这一件事，而前女友希望一次出门做个4、5件事。她笑话我说，别看你的电脑是4核6核的，你的大脑也就是一个286的水平。还好，这个286水平的做了一点事，因为我们有一个优点，注意力容易集中到一件事情上。第10，看似包容有爱，其实是封闭的好人，通过灭绝掉自己的需求与声音，而获得了一份僵硬而可怜的安宁。这份安宁是可以一眼望到头的安宁，他们可以一生一世一直如此，这会吸引那些严重缺乏安全感、内心极度不稳定的人。于是他们的婚恋成了一种奇特而非常常见的配合。第11，今天有位来访者谈到对好人老公的绝望，哭得像一个孩子。那时我心里冒出一句话，他似乎愿意照顾你，但其实没有心。他似乎一直都在，但其实已经死了。第12，我们一般都有一个小爱好，而那甚至像是他们的全部了。一位来访者出行总带着几个电子产品，虽然重复，但必须带，就像老朋友。一位朋友一有时间就捧着电子书。过去我们的长辈可以将自己的世界压缩到只有1、2种琴棋书画中。第13，伴侣与孩子最后大多会对他们生出厌恶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付出超出承受能力，他们真的是用力过度，对方应该对他们感恩戴德，亏欠他们的。伴侣与孩子是觉得有所亏欠，但也觉得他们的付出里没有爱，于是那种感恩戴德的潜在需求尤其惹人讨厌。第14，和一个这样的好人在一起，你会发现苦闷无人能理解。假如向亲朋好友倾诉，他们会一致地说，他可是一个少有的好人，怎么就不知足呢？唯独你知道，你是和一个活死人生活在一起，孤独。第15，他们会选择索取者，也就是会选择依赖者做伴侣，对方做小孩子，他们做照顾者。之所以会这样选择，是因为通过这样一个方式，他们和自己内心绝望的婴儿建立了一种联系。第16，这类好人最要命的地方是封闭。封闭让亲人无法触碰到他们，而感觉到即便是在关系中，即便整天在自己眼前，仍然会感觉到要命的孤独，并且好人会招致亲人的讨厌，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越长，就越会与日俱增。最大的伤害还是对好人自己，他们以自我掌控为核心的封闭，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封闭程度会越来越严重，最终导致世界非常狭窄，思维变得简单而狭隘，身体也变得僵硬。更要命的是，好人通常会失去自我觉知力，他们总觉得自己没什么问题，因为他们不怎么痛苦。但其实是他们灭掉了自己的需求与声音，使用了麻木的策略。他们给自己打了一剂强有力的麻醉剂，却忘记了。因为在我看来，这剂绝望的麻醉药很可能是在婴儿时期就打了的，所以不在记忆里。第17，若为好人做治疗，绝对不要攻击他们的好人外壳，否则他们容易逃走。对于严重的好人，若轻易攻击好人的外壳，甚至会导致他们崩溃乃至自杀。好人要破壳时，务必有爱的环境。好的咨询关系是一种保持，好的人际网络也很重要。第18，讲一个治疗好人的办法。如果会做梦，梦见恶魔之类的形象，试着在睡前对自己说，
欢迎意识之光照亮恶魔，或者干脆说欢迎你恶魔，我愿意拥抱你，你就是我。第19，我们总强调责任，男人要承担女人的责任，要承担祖国母亲的责任，要以责任的方式与女人，也就是世界与生命建立关系。我们很少倡议以性和欢愉与女性建立联系，也因此我们的文化远离了生命自身，直接地赤裸裸地与人性相对，和生与死在一起。性与欢愉或者说生命，就是在生与死之间的游戏，所以在性之中藏着一切人性，从挚爱的生到虐恋的死，好人的痛与悲，好的没朋友，好的难以成功，好人会过分的客气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，至少别人每一份付出自己都要惦记着还一分，否则就难受的要命。据说崔永元就是这样的，难受常会自恋受损，好人特别是神不欠别人的东西，欠了就不好了。这种客气从孤独中生出，继而又将他们锁在孤独中。太多经典的中国式存在会指向一个方向，自我压缩，如懂事、不给亲人添麻烦等等。这算是我现在的一个评判标准。如果自我是一个能量球，这个球是坍塌的还是伸展的？中国好人乃至圣人们多是软塌塌的身体形象，这就是自我坍塌。我的爸爸对外人极好，为了得到这样的一句赞誉，他是个好人，简直会把一切都双手奉上，所以他没法做生意，必定赔钱。我哥哥也是如此，所以他不能在工地上做小领导，因为管人越多他就越累。但好人一转身回到家里，就充满抱怨，抱怨那些人的坏。很多人的父母、伴侣或自己就是这样的好人。好人的病是因为在攻击自己的身体，好人把自己的身体搞得很累，很容易生病，也就是好像在说，看你这个坏人把我搞成这样了还不收敛。好人在乎的是好坏对错，而不是爱恨情仇，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道德正确的僵尸。好人看不到自己的恶，就很容易看到别人的恶，所以要知道，善良与好人常常是一个防御，防御的就是自己身上的恶。好人太喜欢自己的好，好到一定程度甚至会丢掉人性。沈阳一保姆虐打孩子，孩子2个月时，父母就发现孩子受伤了，但直到10个月时，父母终于攒足作为受害者的证据，请走保姆。整个过程如同警察卧底黑帮，有计划有步骤，不慌不乱。采访中，母亲面无表情，大量列举自己对保姆多么好的种种细节。视频里看不到悲愤，看不到对孩子的感同身受，只剩下一个僵硬如尸体、胆怯和绵羊般的受害者。电视剧《回家的诱惑》反映了好人情节，女主角林品如是超级好人，温良恭俭让，最后好人有好报。而辜负她的大坏蛋，一个是父母收养的妹妹艾莉，一个是前夫不得好死。尽管剧集中死得有些浪漫，并且在死前都后悔伤害了林品如，然而这是电视剧，坏人得了胃癌。现实中，超级好人最容易得癌症，因为他们很少向别人表达恨意，而恨意在自己体内累积，转而攻击身体，最终化为各种疾病。一位来访者觉得活不下去了，原因很直接，多人对他进行了持续很久的言语攻击，所以要还击。但他说不行，还击了会愧疚。最后他说，我一直的形象都蛮好的，乱发脾气的话，这个好形象就被破坏了。我说，如果你真的自杀了，可以在墓志铭上写上这是一个好人，一辈子没有伤害过任何人。关键是他对自己的攻击性有羞愧，因为这份攻击性看起来也着实可怕，因为真有杀戮的幻象，并且是指向最亲密的人。通常对自己的攻击性有羞愧的人，会通过诱惑别人攻击自己来释放自己的攻击性，同时又可以将对攻击的羞愧释放出去。看吧，这个家伙真不是个好人。压抑的好人内心都藏着一个想毁灭一切的可怕偏执狂。好人面对现实的偏执狂时，第一时间想的都是妥协和退让，而不能采取对峙乃至对抗。
因为好人潜意识中知道自己内心中的这个偏执狂，绝望起来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。但是如果好人暂时变成偏执狂，偏执狂也能暂时转变成好人。以道德自居的好人，总在忍无可忍时才爆发。这其中的逻辑是，我必须处于一种我绝对正确，你绝对错误的道德处境时才能还击。因为这种道德对立性，还击常对关系造成严重的破坏，而这又会进一步强化他们的想法。攻击性是破坏性的。超级好人多是孤独星球，每个人都好像是一个能量的气泡，如果想在这个世界上彰显存在，都要扩张能量的气泡。所谓攻击性与性欲，就是能量泡扩展动力的展现。成为一个没脾气、没需求、没性能量的好人，你得到了其他气泡的赞许，但失去了自己的活力。你的内心中被爱的光照亮的存在，就是可以呈现的存在。一个人很刻意地追求成为一个大好人，常见的原因是他被母爱乃至他人之爱照到的地方太少，所以他觉得自己内心大多是坏的，他必须成为另外一个人才值得爱。太多人，常常是男人，自认为深情有爱，觉得自己不吝惜给予且不索取，是讲道理且不自私的好人，但其实他们是一个孤独星球，他们几乎纯粹活在一个孤独的轨道上，偶尔通过道理来和其他星球打打交道，甚至打交道时还愿意比对方付出多得多，但那只是一瞬间，然后很快地，他们又会回到自己的孤独轨道中。好人的一个特别诉求是安静，他们灭掉了自己的需求与声音，结果他们对亲人和孩子发出的声音也非常反感。这样一来，会对孩子的天性造成很大的压制。他们常常说不要吵，但这样发展下去，家里会是一片死寂，没有活力。太好的好人会越来越逃避人际关系，因为好留给别人，郁闷留给自己，且这种郁闷从来没有得到释放，所以越积累越多，最后到简单的人际交往都会让自己心烦。一位来访者说，以前能讨好别人，还愿意去交往，但现在内心被负面情绪填满，不能再放一滴水进来。超级好人最失败的地方是伴侣关系。好人藏着这样一个逻辑，我为你付出了一切，你要爱我。这种对爱的渴求自然在伴侣关系中达到顶峰。可是伴侣关系的根本逻辑是亲密，亲密只能通过真实和敞开而达到，而付出却没有这个功效。相反，因为你不断付出会给对方制造内疚感，结果会导致对方更加想远离你。好人被人敬，但不被人爱。集体主义群体中，你必须低调，除非以一种方式高调，也就是成为好人，也就是所作所为是为了别人。只有这一种舍弃自我的高调才被允许，其他个性化的高调都会被讨厌、被打击。因为集体主义只允许集体性自我存在，个性自我意味着对集体自我的挑战和背叛。所以彪哥可以修付出与奉献，王治郅则是大逆不道。好人的能量常常是向内塌陷的，没有敌意，也没有热情。年轻时，他的好还带着热情和人情味儿；到了中年，好逐渐沦为一种空壳，只有行为，但没有能量流动。到了晚年，如果终于可以不用理会任何人了，那么会完全塌陷在自己的孤独世界中，不交往，甚至家务也不做。自己的心收获了安宁，但一片死寂。除非能在关系中自由表达，否则关系很难直接愉悦你。这意味着，在关系中你就是在做你自己，不是在做一个好人或者假人。爱与恨，怒与乐，丑与好，你都可以让它自由地流动。若严重做不到这一点，关系就会让你很累。你必须要找到大块独处的时间，不必考虑任何人，才能得到休息。切断了与性欲和攻击欲的联系，人就会变得枯萎。一位来访者喜欢 A， 觉得他善良会处事，却没有一点坏心眼。梦见 A， 先是看到他的背影，他很高兴，但 A 一转身，他吓了一跳，因为 A 长得像一棵枯萎的树。另一个梦中，他梦见 B 凶悍爱打架，他很抵触 B， 在梦中却与他在一起，去见自己喜欢的女孩子。这显示出意识上他喜欢 A，
而排斥 B， 但潜意识中喜欢 B 而排斥 A。 好人将会枯萎，坏人被人爱。好人是悲哀的存在。中国家庭常是这种配合，一个有欲望的坏人，一个压抑的好人。坏人提供动力为主题，好人负责善后为陪衬。中国历史也常是由类似的组合创造的，一个为所欲为的大流氓，一个运筹帷幄的军师。刚刚翻了一下《倚天屠龙记》，看到张翠山，也就是张无忌的父亲，为魔女殷素素疗伤的那一段，突然间明白，金庸小说中常有一个好男人与一个善恶不分的魔女相恋的桥段，一个自以为是的好男人与一个刁蛮有活力但善恶不分的魔女的配合，原来在中国文化中是这么深刻的东西。电影《画皮》也是如此。雷锋并非中国好人的极致，至少刘烨饰演的硬汉级别更高一些。王小波说，中国文化推崇无智、无趣与无性，雷锋至少智力正常，而刘烨饰演的硬汉则是白痴。硬汉的那种味道也是对的。政委、亲妈和邻居大妈们都喜欢这个没有自我而只做好事的愣小子，一副好身板却听命于我，太理想了。好人的逻辑表达愤怒就是坏。中国式好人的内核是一个疲倦的灵魂，甚至灵魂都还没有成型。他打着哈欠，又像是愤怒，他的能量不能向外伸展，而只能向内塌陷。我是一个好人，从来不给人添麻烦。多少人觉得自己是这样的，可是没有麻烦就没有情感。成为一个不伤害别人被动的好人是很容易的，相反，成为一个能主动散发着热情与爱意的善良的人是很不容易的。突然很怀念高中前的毒舌品质，以后我需要部分恢复。装好人挺没劲的，不是吗？不如痛快点。崔永元这样说。从央视辞职后，他不装了，想骂架就骂架，抑郁症竟然就好了。他的话中有质朴的真理，不装就是好。以后我也质朴点。过去在微博上和人掐架激烈时，身体都会发抖，现在掐架激烈时感觉很爽很舒畅。看来自己真的有很大的改变了。愿大家都能将自己的攻击性活出来。我在现实中好些，曾多次合理表达愤怒，维护了自己的权益，在微博上一直有点装。也许在现实中将那些人当做了敌人，而读者是自己人，所以想在读者面前扮演好人，并害怕读者看到我不好的一面。想想真累，而且真的没有必要。好人逻辑，对自己好就是坏人。前面讲过一个例子，一次喝酒聚会，现场有爸爸兄弟好几个，还有很多后辈。一个朋友心平气和地说，爸爸把照顾奶奶的责任转给了他，而奶奶也认为这很合理。我感应到这个老好人的喉头上涌动着一句话，滚。替他讲出了这句话，他的气一下子就顺了。任何关系之间要敢于愤怒，保护好自己的界限，知道自己有多敏感，知道别人和自己一样敏感，这是自尊和尊重他人的开始吧。比如很多来访者咨询初期都表现得很善良，在生活中他们也很好，但脸上和身体中有各种不自在。随着咨询的进展，他们逐渐变得挑剔，容易不满，充满攻击性，甚至无比嫉妒和斤斤计较。这时反而自在起来。好人的潜意识，对自己好就是坏人。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系列的噩梦，先梦见自己身上有魔鬼，接着梦见被迫害，而后梦见赤身裸体走在外面，非常羞耻。半夜解梦，明白这一切只是因为昨天去了建材市场，对装修房子有了一个很美好也很花钱的全面方案。明白这一点之后，我不禁惊叹，自己身上的好人之毒竟然如此之深。有时候好人只是一个借口，我觉得我是好人，这给了自己道德感，然后就可以凭着这份道德感去光明正大地干坏事了。常常见到一个人明明很自私，却真的以为自己很无私，然后就可以借助无私的感觉理直气壮地去报复。其完整的逻辑是，我为了你做了这些牺牲，所以我将永远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。在这个关系中，我遭遇到的不满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发泄，即便这样报复时，我还觉得自己是一个有道德的好人。历史上那些干出最坏事情的人，常常打着最好的名义，伪装成一个好人，对于活出自己、
活出爱没有多少意义。愿大家都能活出真实的自己，以及活出真实的爱。关于中国式好人的10个问答。第一，心理学如何定义中国式好人？中国式好人的人格特质是什么？为什么加了引号？以我所知，心理学并没有专门地研究过中国式好人，只是一些外国作者的书中零星地写到了讨好型人格。有一本书《爱是一种选择》，集中写了这种人，并称他们为拖累症患者。所谓拖累症，也就是看见需要帮助的人就忍不住背在肩上，结果自己被深深的拖累。这本书当时就震撼到了我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向很多人推荐。为什么要加引号？因为真正的好是那种我存在，你也存在，我爱你，因为我有丰沛的爱，并且我真的不需要你回报，而你真回报时，我也坦然笑纳。拖累症患者，或者我说的中国式好人，他们的好是讨好，而讨好是你存在，我自己不存在，并且讨好都伴随着很深的自卑与恐惧。最要命的是，讨好者看似不寻求物质与利益上的回报，但其实是在要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回报：尊重我，爱我，关注我，亲近我。但讨好本质上是一种防御，反而将讨好者与他人隔离开。他们发现自己付出了一切，却什么都没有得到，那时候他们就会生出怨气。越是超级好人，他们的怨气就越可怕。第二，中国式好人是如何长成的？我将心理创伤分为3大类。被抛弃创伤，主要是3岁以前，孩子最需要妈妈时，而妈妈经常不在他身边，或者在身边也看不到他。被吞没创伤，从1岁半开始，孩子特别需要自由和独立，但妈妈与其他大人却要求孩子听话，于是孩子就有了被吞没的感觉。性羞耻感，也就是俄狄浦斯情节或恋父恋母情节，从3岁开始，孩子的性能量开始喷涌而出，而且指向异性父母，并要与同性父母竞争。这方面如果处理不当，会导致孩子有严重的性羞耻感。具体表现就是，所有的需要都是不好的，而性需要就是最坏的。每个生命都有一个很深切的需要，也就是他的自我要以他的感觉为中心而建立。而中国文化的每一个层次都强调说，你自己是没有任何存在价值的，你的价值就在于对别人好。这种无所不在的文化基因，让我们耳濡目染。每个人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认为，自己的价值就在于对别人，特别是对家人好。所以，讨好型人格或拖累症患者，在欧美是自我发展不良的产物，而在中国却是中国文化滋养出的必然产物。可以说，一个正常的中国人就是一个我所说的好人。第三，中国式好人与他人的关系特点又是怎样的？他们的总的特点是最爱付出，口头上总会说不要回报。很多人还不是说说，而是真的认为自己不需要回报。不过，他们的付出没有热情与温度，缺乏感染力，他们的心是关闭的，这也导致他们的世界也容易是关闭的。他们的好很容易在社会上获得成功，他们的付出行为赢得许多朋友与生意伙伴。我见过许多亿万富翁，里里外外都想着付出，赢得了无数人的信任，所以绝不是靠阴谋诡计才能获得利益。不过，他们的好却在家庭中很容易受挫折。比如，他们对孩子好，帮孩子包办一切，对孩子的任何需要和任何挫折都非常敏感，试着帮孩子解决一切的问题。但是，孩子却容易不买账。其中的原因很简单，他们尽管在过度付出，但其实感觉不到孩子的真实存在，所以他们付出是在付出给一个想象中的孩子，而这常常是他们自己内心中那个童年因为缺乏爱而有匮乏感的孩子。而他们真实的孩子则会感觉到被强加，甚至有被勒索的感觉。勒索什么？认可与服从。并且面对一个超级付出的父母，孩子会有巨大的内疚感，这也是让他们想逃离父母，和父母对着干，甚至自毁的重要原因。中国式好人最失败的地方是伴侣关系。好人藏着一个这样的逻辑：我为你付出了一切，你要爱我。这种对爱的渴求自然在伴侣关系中达到顶峰。可是，伴侣关系的根本逻辑是亲密，亲密只能通过真实和敞开而达到。
而付出却没有这个功效，并且好人的好其实还藏着一个根本性的防御。真实的我是坏的，是没有人爱的。我若想得到爱，就必须摒弃真实的自己，成为一个好人。但这个好人是虚假的。面对一个虚假的人，我们没有办法生出爱与亲密。所以，好人越好，他们的伴侣关系就越疏远，而对方若有条件，就很容易出轨。若配偶出轨，好人的绝望与愤怒就会达到顶峰，因为他坚持的逻辑“我对人好就会被人爱”遭遇到了根本的颠覆。所以，好人对配偶的疏远乃至背叛会产生巨大的愤怒。好人在中国如此普遍，也是中国的伴侣关系质量差的原因之一。我们必须切记这一点：对别人好可以赢得认可与尊重，但若想赢得亲密，只有一条路：真实和敞开。第四，中国式好人和自己的关系是怎样的？他们会严重的委屈自己，他们对别人越好，对自己就越委屈。不过，这并不是一种意识上的强迫行为。好人通常是阉割了自己需求的人，他们认为需要和欲望都是罪恶，所以每当好人只是自己一个人时，他们的欲望和需求可以降到非常低的水准上。他们对任何享受似乎都不热衷，而一旦和另一个人构建了关系，比如伴侣，比如孩子，甚至朋友，他们的雷达就会不断搜索对方的需要是什么，然后围绕着对方的需要转，尽可能满足对方。甚至是如果对方能特别认可自己的话，自己甘愿为对方去死。再强调一遍，中国式好人最内核的逻辑是：真实的、有欲望的、有需要的自己是坏的、卑劣的，而成为一个对别人有用的好人才能被接受。第五，中国式好人为什么经常受累不讨好，让人愤怒甚至绝望？有几个重要的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，他们在满足别人的需要时，又会忍不住向对方传递一个信息：你有需要，所以你是坏人。这是因为他们将自己的需要和欲望都视为坏的，这一点也必然会投射到别人身上。第二个原因是，好人的过度付出与自我牺牲会让对方有内疚感，并且好人因为貌似真不需要回报，所以他们与别人的关系就成了单向的，对方只能接受，而对方的付出却总是被好人挡回去。同时，伴随着被好人付出的那一方的内疚感的积累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喜欢内疚。第三个原因是，好人在向对方传递一个信息：我对你这么好，所以请爱我。当你真的去靠近他时，却发现他会逃避爱，或者说，你很容易会感觉到他们有一个厚厚的壳挡着你靠近他。亲近他们很不容易，但若不亲近他们，他们又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发出怨气：我这么好，你怎么还不爱我？这种矛盾让人烦躁。第六，中国式好人是否经常有或轻或重的躯体化表现？的确是有的，因为他们太压抑自己的情绪与活力了，这最终会演变成躯体化表现。比如，一位来访者一辈子都严重压抑愤怒，到了50多岁，才在咨询中逐渐学习到，而他在一次酣畅淋漓地表达了愤怒之后，感觉晴空万里，然后他就明白了，为何婆婆的身体部件就像是进口的一样运转良好，而她妈妈的五脏六腑都像国产的一样不停地有毛病。原因就在于婆婆活得不压抑，而她的妈妈活得极度压抑。第七，中国式好人能否自我觉悟？有多大可能变化？是什么可能促成这种变化？当然可以自我觉悟，心理咨询与治疗可以发挥作用，关键都在于来访者能在咨询中更深地认识自己。而如果中国式好人能认识到自己，当然可以带来改变。不过，的确是中国式好人认识自己时会有难度，因为他们就活在自己的壳中。他们认识自己时，常常穿越不了这个壳，他们的思考通常只能抵达壳的外部，而不能深入到壳的内部柔软的地方，并且反思自己的好，就要挑战乃至颠覆我是一个好人这种良好的自我感，这会形成很大的障碍。那么什么能带来好人的改变？我见到的通常是坏人对他们的折磨，能带来中国式好人的改变。很有意思的是，越是好的好人，伴侣与孩子就越是坏，这会带给他们一系列的冲击，把他们冲击得七零八落，但偶尔也会将他们的心冲开。
不过，这种冲开是一种受虐，最好是在一个爱与接纳的环境中，安全而舒适地打开。第八，不做中国式好人，那么可以做什么样的人？答案是做一个真实的人。和一位来访者咨询时，我们逐渐意识到，他过去一直是想改变自己，因为他觉得真实的自己是根本不值得爱的，所以想发展出一个更好的自己。但他逐渐明白，咨询发挥作用之时，都是他的真实自我能在爱与接纳的安全环境下得以呈现。第九，您给予的努力方向是什么？努力的方法是什么？您的体会是什么？有没有自己疗愈自己成功的例子？还是必须通过心理咨询？咨询中，一定程度的改造成功是很容易发生的。比如那位最初引发我对中国式好人进行总结思考的超级好人，他就在有意识地学坏一点，也就是认识自己的欲望与需求，并去满足自己，而逐渐地从好人的壳中走出来，成为一个生动而又坚定自我的人。最深的改变，或者说全然的改变，应该说非常不容易。比如我自己，一直到2012年6月28日，通过一个晚上的3个印象极为深刻的梦，我才碰触到让我成为好人的最重要原因，就是我内心也有一个绝望的内在小孩。如果不是有自我分析的习惯，这3个梦只会吓到我，而不会成为我认识自己的一个关键时间点。所以说，若有很好的自我分析能力，自己认识自己是一个办法，但若有条件，我还是建议找一个好的心理医生。第10，如何让家庭不再产出中国式好人？您对父母养育子女的建议是什么？我的建议是从3点下手。第一，在孩子最小的时候，特别是1岁前，给予无条件的爱，特别是妈妈，要在情感上与孩子尽情的互动，和孩子经常有皮肤接触，这时的爱必然是要伴随着亲密与互动。如果没有亲密，没有互动，而只是非常紧张地照顾孩子的物质与安全需要，那么孩子不会感觉到爱，他会觉得真实的自己是糟糕的，不值得爱的，他得成为另一个人才能被爱。第二，当孩子逐渐有能力开始探索外部世界时，给孩子自由，让孩子按照自己的感觉、声音去探索世界，让孩子知道他的内在是足以成为他行为的支撑的。相反，中国父母最常做的是干涉孩子的任何一个选择，要求孩子听话，要求按照自己的来，成为父母眼中的好孩子。第三，特别重要的是鼓励孩子的活力流露，而活力有2个重要的表现，一个是创造力，一个是性。中国父母需要深刻学习，才能懂得尊重孩子的活力与性能量的流动和表达。好，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。今天我们读了中国式好人和关于中国式好人的10个问答这2个专题，你是否也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？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。